无力偿还的人，但谁又是真正负债多的人？当耶稣说这个比喻，说有2个人欠某一个债主钱，一个欠500银币，一个欠50银币。如果按照当时1个银币大概是一个工人1天的工资，那么500个银币大概是多少？1年多的薪水。50个银币大概是1个月多的薪水。但这里说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2个人的债。然后耶稣就问说：“那么哪一个人称爱他呢？”啊，西门就回答说：“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。”耶稣称赞他说：“你断得不错。到底谁欠的比较多？到底谁是无力偿还的？”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说，应该欠的比较少的，好像到底是谁欠的比较多？好像看起来是欠的都是500的，对不对？50的，好，但是有时候觉得说，哎，50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去想想，到底谁知道自己的状况？你欠的多，欠的少？500还不起，我可以还50，那是不是那个欠500的比较有能力呢？连50都还不起，还是连500都还不起？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东西放在一个框架，但是可以去想想，今天的福音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可以让我们好好去想的。每一次在读福音的时候，不知道在你读完福音、听完福音的时候，这个圣经、这个话、这个故事，会不会让你觉得不安？会不会让你受到一些挑战？在这个故事当中，你是站在旁边看的人，还是你在那个场景里头？我觉得福音故事常常邀请我们要走进那个故事，走进来，你成为当中的一员。你在哪里？你站在哪里？你是西门？你是那个女人，还是你是旁观的那些人？今天的故事里面有一些人物，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，你翻一下圣经好不好？因为我今天没有放很多圣经在当中，因为今天圣经非常的长。路加福音第7章36，这个场景里面有哪些人物？在一开始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，那他一开始没有说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。不过我们在40节就看到他的名字了，因为耶稣跟他对谈，然后耶稣就看到这个动作，然后看见这些事情。第40节，耶稣就回应他就是这个法利赛人，然后就出现了他的名字了，对不对？西门。这其中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法利赛人，他请耶稣来吃饭，他的名字叫西门。可是另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是谁？一个有罪的女人。他也来到西门的家里面，然后呢，他拿了一个盛满香膏的玉瓶，他来做什么呢？当西门邀请耶稣来吃饭的时候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这个女人来到那里，拿了那个盛满香膏的玉瓶，站在耶稣的背后，然后就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呢就湿了这个耶稣的脚，可见他哭得多伤心哦。然后又用头发擦干，然后用他的嘴亲耶稣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西门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如果你是在场的人，你又怎么想的呢？39节说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：这个人若是先知啊，他应该知道摸他的是怎样的人，是一个怎样的女人，他是个罪人啊。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人家在请客吃饭的时候就走进人家家里头？她又怎么样去挨在耶稣的背后，然后哭了，然后湿了耶稣的脚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所以我们先回到当时的背景里头，他们其实有一些空间是一个所谓公共空间，是外人可以进出的，就是有一些人是可以进来的。那个进来包括仆人啊，就是比较开放的空间。
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的时候，他也许只是觉得耶稣可能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我请他来吃个饭，他没有对耶稣做什么动作。那这个女人，我们看圣经里面说，她就来挨在耶稣的后面，然后哭。其实如果你可以知道哈，有时候我们看一下一些电影，特别是一些希腊罗马时代的这种电影，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个时候其实人吃饭很悠闲他这个桌子不高，不像我们现在有个椅子他们实际上是坐在地上席地而坐吃的。所以这个达文西的那个最后晚餐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有一张桌子，然后下面可能还有人有人还有脚实际上他们都是斜躺着的，很悠闲的。他们穿的衣服是宽宽松松的，很悠哉的，所以是斜躺着吃饭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当你斜躺着吃饭的时候，你的脚可能就是会伸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是站着嘛，对不对？你是斜躺着，所以才有可能这个女人会来到他的脚的旁边，挨着他的后面哭泣。所以这是一个场景。当我们看见这个女人进来的时候，她拿着这一个这个玉瓶的这个香膏，然后呢来到这里，站在他的背后，然后就哭，然后呢她的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，又把用她的头发把它擦干，然后呢又亲耶稣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个动作，她来到耶稣的后面，然后她用眼泪洗耶稣的脚，亲吻他，他就有，然后来摸。在当时的人来说，你欢迎一个客人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节。主人应该对客人，当他觉得这个客人是尊贵的，是他看重的，他就应该要为他洗脚，亲吻他，用油抹他的头。可是很特别的是，我们发现西门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因为耶稣到后来有跟他说嘛，他说：“我进来的时候，你没有给我用水，你没有给我水来洗脚，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。你没有亲我，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就不断的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”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差，本来是应该主人做的事情，结果主人没做，反倒是另外一个女人，一个所谓的罪人，她做了这些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动是不一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说，法利赛人是什么？法利赛人是懂得所有的律法，明白那个律法，而且他们是要身体力行这些律法的人。可是他没有做，这个西门没有做。我们做了哪些动作？当我们说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说我们真的相信主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在今天的祝文里面就说，求主保守你的家，就是主的教会，就是我们能够长存坚定的信心和慈爱，然后就能够勇敢宣扬你的真道，这是讲话的。然后呢，以怜悯施行主的公义。我们有言行，当然你讲宣讲，有些时候我们说只是用口语讲吗？很多时候行动是比言语更有power，更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非基督徒会抱怨说，他虽然是基督徒，他的同事是基督徒，他的朋友是基督徒，可是说很好听，做另外一套。我们都像一台戏，站在众人面前，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站在天使的面前，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致呢？我们说我们对主有爱，但是我们对人呢？我们是说说而已，还是我们真的付上代价？我们真的有那个行动？你想这个女人的行动多有power？西门没有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他却做了另外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这个人若是先知，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人。他是
个罪人，他没有看见自己没有做，但他在心里评断了耶稣跟这个女人。他没有想到自己应该要如何去面对主，却用心中的尺在量量耶稣，量量这个女人。他说：“耶稣，如果她是先知，就知道摸她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啊？这个女人是个罪人。你怎么可以让一个罪人触摸你呢？你怎么可以让一个罪人对你做这些动作？你若是先知，你应该知道，那摸你的是谁，你不能过去啊！更何况这个女人自己来接近你，在她的心里同样的在说：女人啊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？你怎么可以做？竟然来到我家，你没有羞耻感吗？”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其实非常有趣。当西门在心里说：“这人若是先知，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，她是个罪人。”然后40节说，耶稣回应他说：“西门有没有把他心里面的话说出来？没有啊，他是在心里面自己跟自己对话。耶稣很有意思的是，耶稣竟然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所以圣经说耶稣回应他，但是耶稣也很聪明，用了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，有2个人欠某一个债主的钱，一个欠500，一个欠50。耶稣不先问他或回应他心中的判断，给他一个比喻，让他记录一个故事，然后让他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那个无力偿还的人，谁是真正负债的人。而后来耶稣就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；那少得赦免的，爱就少。”耶稣要说的是，这女人用她的行动真实的表达那个爱，所以她得到的赦免就多。而西门只是做做样子，说读了很多的圣经，明白很多的真理，可是一点行动力都没有。他得到的恩是少的。那时候我在想，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是一个充满感恩的生命吗？还是我们觉得一切得到的都是应该的？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东西是恩典，不是我们配的。可是我们常常会抱怨天气不好。这几天放假，其实我礼拜4的时候跟青少年开会，礼拜5天气很好，我很想出去，可是我就给自己一些借口。等到礼拜6就发现哇下大雨了，我们就开始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今天下雨呢？我们为天气会有抱怨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们也会为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一些事情不像我们所期待的、所计划的，我们就抱怨，我们就丧志，我们就觉得上帝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可是我们忘了，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就该感恩，就该感谢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常常骄傲，让我们觉得自以为是啊，因为我们觉得，我很厉害，尤其是当。我觉得有时候，我觉得教会群体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在我们的当中。有时候我跟青少年在一起，我常常看见他们其实是陷在一种苦恼当中，因为要考试，然后很多的挫折，对不对？因为被打分数，然后觉得人家觉得你一无是处哈，爸妈也觉得你考试考不好哈，等等之类的。那当你到某个年龄，你越来越似乎很多东西可以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你觉得哇，好像可以呼风唤雨啊！可以要什么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们越来越自我，我们越来越骄傲，我们越来越觉得我可以做什么。可是我觉得生命真的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恢复上帝的，或者我们从神领受的，一切都是白白的。我们在这里没有做唱这一首歌，我们用了另外一首歌。奉献诗有一个很简单的奉献诗，叫做
万物都是从主而来，这是圣经的话，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。我们把从主来的献给主，万物，所有一切都是神主给你、给我们的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当年纪越长的时候，可能我也觉得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后来的年纪会越来越大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开始失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开始觉得哇，很多东西开始觉得哇，怎么看不见了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相信我们都有那个过程哈。我记得当我在牧爱堂服侍的时候，刚好经历那个开始老花，开始看不到我的讲道稿，开始看不到我的这个圣经要读的时候，其实很慌张。我们会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失去。可是我觉得感谢主，当我们在失去的时候，我们懂得谦卑。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不能事事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知道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。所以让我们学会谦卑，那不是自卑，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，知道我们一切都是从主而来，我们都当心存感恩，去体会耶稣的爱，体会他对我们的接纳。而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，这位圣洁的上帝，他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完全的接纳我们。所以当西门心里说这个有罪的女人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忘记自己也是有罪的人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需要主，我们都需要他。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男性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女人是一个女性。那照理说，在当时的女人也不能随便把头发放下来，放下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动作，在当时里面。可是这个女人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发现她一句话都没说呢，她都没有说一句话，做了很多的动作。她在耶稣的后面站着，然后哭泣，然后眼泪湿着耶稣的脚，又用头发擦干，然后亲他的脚。这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touch， 很多的肌肤之亲啊，这对当时来说是个大忌哈，而且她已经第一个她是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做这件事情，在公开的场合，然后呢，她又是一个罪人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对她的包容跟接纳。耶稣不是看见她所做的，而是看见她的心，看见她内在的渴望。他知道这个女人需要上帝的赦免，因为她在后面哭泣的时候，我相信她看见的是她自己的罪，也看见主的爱，也看见主的赦免。她看见主没有拒绝她，没有赶开她，没有跟她说你不可以对我做这些事情，她没有赶离她。上主的爱是超越的，是越过我们的想法。他的怜悯也是超过我们想，越过了我们认为那个人不配得，那个人不应该得到这个福音、这个救恩。我们心里常常会，我们的人就是我们很容易区隔，我们很喜欢区隔你我，然后我们喜欢区隔这些人配得，那些人不配得。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词，我们在量，但是主对每一个人的爱却是超越的，他的怜悯是无限的。常常我还在想，有时候在想一些事情，我觉得今天的作文是非常好的作文，在提到教会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上耶稣的脚步？我们有没有跟上他？现在的教会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肩负起主所给我们宣扬他的真道？那是要付上代价的。耶稣跟西门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而那少得赦免的爱就是赦罪跟爱。你愿意得到上，我们常常很希望得到上帝的宽免宽宥、赦免。但是我们这里很有意思，跟主的爱竟然是挂在一起。你体会多深主的爱，你就真的你的罪得到多少赦免。
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把单向，我们就把它切开，我们觉得哇，我们需要得到主的赦免，可是我们没有爱，我们仍然活在那个功利主义里面，我们要跟上帝做交换。但是这里面说什么？爱是最重要的。当我们用行动去回应，用行动去爱，去走出去，走进人群，不是看见他们不配的，不是看见他们这一群外邦人，不，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，包括我们，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需要主的赦免。当我们真的体会到上帝的爱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都是，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使命走到人群当中去，知道那些人他们需要主的爱，用怜悯超越我们觉得不容易的这些范围。上帝在那里，主在那里，他走在那里，会就帮助我们。我们不是一群软弱的子民，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孩子，是一群神的百姓。教会在现在应该继续去学习，看见那些需要的人，那些我们用怜悯的心肠，如同耶稣一样，勇敢的去接纳在你身边跟你不一样的人，勇敢的去了解、认识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不要在心里先评断。就像耶稣一样，他接受这个女人给他最棒的礼物。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其实很有意思。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一段圣经。他说，耶稣的道成肉身，不是只是一个道，而是他真的成为真实的那一位，就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他跟这个女人有这个关系啊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是一个超越那个时代的人的任务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作为一个圣礼的教会，一个有受圣餐的教会，因为我们就是透过在领耶稣的身体的时候，也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。我们不单只是听一个讲道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他的身体宝血，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。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就像这个女人一样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即使你有些人会跟我说，牧师怎么办？我来到教会就想哭，或者我走上圣坛就想哭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男牧师怎么想，但是对一个女牧师来说，这是很 OK 的，就是让你自己完全的敞开你自己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就像这个女人一样，跟耶稣有那样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在领受主的身体宝血的时候，领受他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跪下，我们领受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接纳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也必乐意的接纳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主面前悔改认罪的人。主啊，用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。